网上 AG 百家乐怎么赢？我来告诉你。上面数据2897.55 USDT 是充值的金额，13110 USDT 是出款的金额，3071 USDT 是账号余下的金额。这张图是4月12日到4月26日每天盈利波动图。这张表格是4月12日到4月26日每天的盈利和流水。这张图是实战真实录单视频，真人很卡。这张也是实战截图。接下来看实战详细下注记录图。这个记录是4月12日至4月18日的下注记录图，每一手下注都有详细的记录。我主要以很小的注码起注进行试探性投注。就算连错3手、4手都不怕，因为我的注码分层了，一般分成4层或5层，每一层有3口或4口，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资金来提前分配。当然，如果资金越多，可以分配6层、7层、8层以上都可以。这个主要是为了安全，当然，我3手、4手打不出来也会降注。我降注的目的是为了等待机会，寻找下一次冲锋机会。所以我要分配很多层注码，并不是每一次冲锋都会如愿。在我打出来的这些下注记录中，各位老哥可以详细看到，我的注码不是固定的，但是有一个区间值。输了3手、4手，我也没有发起冲锋，只是降注了，因为正负路、负路太密集了。说到这里，我相信百家乐有老哥打到一定程度，也会按正负路下注。为什么要按正负路下注？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资金不是无限的，百家乐无非就在有限的资金下降低输的时候产生负振幅，所以在输的正负路情况下是输多赢少，这些是概率波动引起的。那什么是概率波动就不详细说了，概率统计学都有详细介绍。各位老哥，我上面的下注记录注码都是不固定的。当然，大部分是负追，有输了降注，有销数，有胜进。在这里，肯定有老哥想问，为什么不按照一套固定的行云流水的注码法来操作？我也想啊，可是只要按程序打输输赢赢，你发现很耗费时间。所以我的注码就是不固定的，也说的高大上一点，就是非线性注码。如果要机械式打，那么就是线性逻辑式注码，这种就是挂机操作。我们人类是造物主发明的一种碳基生物智能机器，所以爱实战的老哥都是真人挂机。看上面下注记录，有300、500、1500， 500没有打中就降注。我打百家乐个人总结，自控力比什么都重要。输了不加注，不心急，控制好注码，待机而动尤为重要。我打的注码很小，主要是怕连输，只要打的手数多，经常会碰到好几手不中。在网上打，我个人觉得还是打小一点，因为我连输9手都有。如果马丁被投9手不中一次，就输掉很多资金。所以打小注码就是低空飞行，相对较为安全。按照数学概念划分，就是微分和积分的过程。比如充值2万要打到10万，那么我不是那些所谓的高手，要打到10万，我会拆解成若干个小目标，比如每天赢个2000加。今天精神状态好，或者今天胜率高，或者大盘数据有利，就多赢点。千万不要制定高目标，让自己实现起来很困难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小目标拆解成更小的目标，再去实现它。微分就是化整为零的过程，也是意志力较量的过程。当然，有老哥说，为什么不下大注几口就搞定了？这种游戏就是概率是50%，不是100%中，所以不这样下。打得小，连输4手到8手或8手以上，只要控制好，也就是输几千，完全可以接受，也能慢慢打回来。只是花点时间而已，这样在可操作的范围内波动就容易控制。百家乐打得好的老哥，我相信他一定有着过人的自控力。百家乐的变化是有序无序交替变化，由盛转衰，由衰转盛，就像太极图一样，阴阳交替变化。
只是变化持续的时间不一样，有的长，有的短。这个规律就是时间序列特性。在某个时间段你是赢的，在某个时间段你是输的。所以我实际下注的时候，也要把正负路画在路纸上面，以观察分析。刚一上场，不知道目前的正负路是好是坏，所以小注探路。如果一上场注码打大输了，追起来就麻烦了，得花更长时间。就像唱歌一样，一开口起高了，就唱不上去了，跑调了。打好百家乐也需要学习实战，失败再总结，再实战再总结。就像唐僧取经一样，得经历9981难，方可取得真经，便可能成功。只要打的手数多，正负路变化，各种情况都会出现。见得多了就习以为常了，不再怕了，就知道如何处理了。打百家乐和开车一样，开的时间久了，就会碰到很多弯道。当然知道以前的犯的错误多了，下意识就会提醒你怎么处理。比如在连输的情况下，尽可能不加注，等待下风区过去。下意识是一种必胜的信念和指引，相信一定会等到上风期柳暗花明。在上风期一定要快速的提高注码，打几手取得收获后，然后再降注。上风期大注码盈利和下风期输的小注码形成对冲，这样会形成码差。如果此时达到你的收益目的，便可以离场；如果没有，就继续这样反复操作，直到这样反复操作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，离场便是。玩了很多年百家乐的老哥，相信都有着共同的经历，在这输输赢赢的过程中不断历练，不断总结经验。我个人觉得打百家乐就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。百家乐最大的坏处就是自我价值观的颠覆，人都会变得相对懒散。百家乐打得好的老哥来钱的速度要比其他行业工作者来钱快。为什么老哥变得懒散呢？是因百家乐打得好的老哥能在这上面赚到钱，维持自己的生计，手头宽裕，买车买房，做更多的投资。打好百家乐能赚到钱，能解决生活中大部分问题。我相信很多百家乐老哥大部分时间都能赚到钱，但是我们身边看到很多百家乐老哥是输钱的呢。因为造物主创造的人类这种碳基生物具有七情六欲，尤其是贪婪，还有人性的各种弱点，比如性格暴躁、犹豫不决、迟疑、胆小、猜疑、狂妄自大、争强好胜。我个人觉得还有很多人性的弱点都是很难打好百家乐。打好百家乐千万不能心急了，人的情绪失控会导致行为就不可控。在下风期连输的情况下，胡乱投注造成大的损失，很难打回，以至于丧失信心，造成清贷，这就是所谓的上头。个人觉得上头是每个老哥都有经历过的事情，所以知道失败的主观和客观条件，就想办法一一解决。如果老哥你经历了9981难，无数次轮回，还是老样子，这足以证明了老哥你真的不适合打百家乐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出人头地。那么一定要尽早戒赌，百家乐是赌博游戏，赌博会使人上瘾。这就是为什么百家乐是百家哭游戏了。在百家乐上输得倾家荡产、妻离子散的老哥比比皆是，所以我并不支持想通过打百家乐走赌博这条道路的老哥发家致富。如果有老哥像我一样，只是单纯喜欢研究百家乐，知道有一定的收益空间才去玩，当然我知百家乐是负收益赌博游戏。玩百家乐不亚于走钢丝，得具备很多条件，比如说除了人性各种优点外，还得具备相应数理认知。比如重复抽样和不重复抽样都是随机的，可是概率误差却不一样。
还有数据排列与组合、大数定理、杨辉三角正态分布中心极限定理、回归周期、离散分布指数、分布均匀分布时间序列特性、微分积分求导、数学期望值线性与非线性偏差等等，很多说不完的数理知识。如果你是真老哥，喜欢研究，喜欢打百家乐，一定要好好学概率与数理统计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的个人观点，不一定完全正确。有的老哥玩法千奇百怪，头子6个面开456买庄，开123就买闲，这种老哥理论是用随机打败随机。当然，不论你什么打法，最终都是上下5-5开，只是中途正负路连输怎么解决？这就是我先前说的，降低负波动振幅，只有在连输时打最小的注码，这样的负振幅才是最小的。当上风期来临，得加大注码。上面是我在网上就由官方下注的真实记录。我的打法是2注路、3注路、4注路、5注路、6注路、7注路，3多微笑。庄闲庄2房一厅，正打反打，什么方法都打，万法皆为我所用。总结下来就是顺势而为，应冲疏缩，大道至简，别无他法。当然，有老哥有更好注码管理，还望不吝赐教。以上都是我个人的一些小小观点，如有不合理之处，还望各位老哥指正。我发视频的目的不是宣扬赌博好处，更不是让你去赌博，只是想让深陷泥潭的老哥们早点脱离苦海，早日上岸。上面是我在网上 AG 百家乐下注的输赢记录。视频开头有一些展示，充值 2897.55 USDT 达到 14821.2281 USDT。除过本金总盈利 11923.6781 USDT， 这样的收益我非常满意。这点小小盈利不是在炫耀，仅仅是分享个人的一些心得。不是50元打到2万，1000元打到40万多万的偶然性结果。当然，我个人是分享一些大有可能发生的方向操作指引。以小博大，我相信对大家都很难做到。当然，有些老哥以小博大，确实有着过人胆识和技术。总之，在网上打百家乐输赢，一定要在自己的控制范围。网上百家乐不占据天时地利人和，千万不要羡慕某某老哥赢了几百万或上千万。就我所知道，都是一种过程。为什么赢了上百万、上千万，还是回输出去一个字，就是贪？贪一点就变得贫了，这就是自然界的规律。好的极限就是坏的开始，一切都是这样不断的循环，所以一定得有自控力。在视频中，自控力这个关键词出现了很多次。自控力与什么因素有关呢？我个人觉得，自控力与自己的精力、体力、生活、工作环境息息相关。当然，不止这些因素，自控力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。总之，我个人觉得打好百家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需要从不断的失败中总结经验。当然，不管什么打法都不重要。最重要的就是自控自己，不乱下注，不上头，控制注码才是必胜关键。不论什么打法，胜率都是50%上下波动，都是输输赢赢产生的正负路。正负路有先输而后赢这样交替，也有先赢后输这样交替，当然也有几十手数据3手内都打中或4手内都打中。这种相对均匀分布的正负路，是各位老哥都非常喜欢的。可是只要打的手数或口数足够多，总会出现一段连负或连输的正负路。打百家乐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，这里的跑就是得降注。
我个人觉得百家乐除了人性方面的因素，剩下的就是一定的数理认知。希望我的个人观点被各位老哥认同。